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毅又一顶流出走，地产商人做影视留不住杨幂、李易峰。欢瑞世纪官网已将杨紫照片撤下，剩下的明星当中，任嘉伦凭借《大唐荣耀》小有名气。手握沉香如屑的诚毅也有成长空间，但他们想突破一线明星壁垒也并非易事，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因为公众号平台更改了推送规则，如果不想错过八妹的文章，记得读完点一下再看，这样每次新文章推送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的订阅列表里。人生总会有遗漏，但是不要忘记点再看。又一头牌明星离开了欢瑞世纪。8月6日，杨紫发文宣布与老东家6年合约到期不续约，并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开始单干。欢瑞世纪这边也转发微博表示祝福。微博上双方倒是维持了表面的体面，但经不住细想，与欢瑞合作这6年，杨紫跻身一线明星。此情此景，发一篇3000字的小作文剖析一下双方的合作，感谢一下老东家不算过分吧？但杨紫仅用50字转发了6年前的一条微博来宣布这场分手。另一边，欢瑞也没有太客气。受杨紫出走影响，欢瑞世纪11月15日股价一度下跌 4%， 当日收盘下跌 2.6%。接受媒体采访时，欢瑞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其实对单个艺人的依赖程度已经很低了，所以也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嘴硬是没用的。根据财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欢瑞世纪营收6164.64万，其中艺人经纪营收是5384.71万元，占比达 87.35%。而其中一名艺人的营收高达2039.26万元，占到总营收13%。根据目前的知名度和人气，这名艺人也只能是杨紫。如今没有了摇钱树，欢瑞世纪还有欢瑞吗？杨紫分手微博下面，粉丝几乎一面倒地拍手叫好。合作6年，杨紫拍了4部欢瑞的剧。青云志捧的是李易峰，且角色不适合杨紫，导致其口碑一度受到影响。天机之白蛇传说刚上线没多久就被强制下线整改。龙珠传奇豆瓣评分只有 4.7 分。沉香如屑刚杀青，但因为又是一部古偶，粉丝认为是过度消费杨紫，并不买账。反观助推杨紫这2年大火的剧集《香蜜沉沉》、《静如霜》、《亲爱的》、《热爱的》，都是他在外接的私活，并非欢瑞投资。这么算下来，合作6年，欢瑞没推给杨紫多少好资源，反倒是因为杨紫的经纪约拖住了正在下坠的欢瑞世纪。作为上市公司，2025年8月欢瑞被证监部调查。从2024年到2025年这4年间，欢瑞的财报数据注水严重，导致欢瑞世纪公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及重大遗漏。业绩造假主要来自4个方面：提前确认收入需增营业收入，虚构收回应收款项少计提坏账准备，推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欢瑞影视资金。其中几条假数据还涉及到了明星。2025年，李易峰要买房，向欢瑞世纪老板娘钟君燕借钱，钟君燕没有自掏腰包，而是从欢瑞挪了1800万给李易峰。还有一项虚构收回应收款，直接指向了杨幂。2024、2025年，欢瑞世纪虚构收回上海宣叙应收账款2000多万元，目的是为了让利润更加好看。而杨幂曾是上海宣叙的股东，持有30%的股份。财务数据这么糊弄。2025年8月6日，证监会重庆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重罚欢瑞世纪452万。
粉饰数据的目的显然是账目不理想。2025财年开始，欢瑞世纪的归母净利连续下降，上市2年后便开始亏损，2024、2025年的归母净利分别是负5.51亿元、负7.85亿元。相应的，欢瑞世纪的股价从2025年初的接近14块跌到最低2.06元。欢瑞世纪经营上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比如2025年欢瑞出品了《锦衣之下琉璃》2部热播剧，但2025年欢瑞营收约1.85亿，比上年同期减少65.76%，亏损7.85亿，比上年同期亏损增加42.40%。另外，欢瑞世纪账面上还有高达4.42亿的坏账。刚才说到2025年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欢瑞营收的6164.64万元，其中影视剧及衍生品营收为779.92万元，占比仅为12.65%。坏账增加，主营业务赚钱少，不知道欢瑞世纪有没有想过让旗下艺人直播带货呢？欢瑞世纪也有辉煌的时刻。2025年成立至今，欢瑞拍过不少有热度的剧集，《古剑奇谭》《宫锁心玉》《宫锁珠帘》《盗墓笔记》《青云志》等剧都在市场上引起一波热度，同时还培养了杨幂、李易峰、赵丽颖等顶级流量明星。但有一说一，欢瑞旗下拿得出手的作品、叫得上名字的艺人，背后的推手另有其人，就是江湖人称于妈的于正。欢瑞世纪前身为浙江三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实控人是陈元、钟君燕夫妇。2025年前两人在新加坡从事地产生意，对影视剧行业不熟悉。由于投资过于正做编剧的2部剧，2025年于正转型做电视剧制片人的第1部戏《大丫鬟》，三和影视也参与了投资。在湖南地面频道播出后反响非常好，后来双方又合作了《玫瑰江湖》等几部戏。于正曾公开对媒体说：“我只跟湖南经视、欢瑞世纪合作，因为我们是一起打的天下。”2025年，三和影视以1:1的比例将股份全部转让给欢瑞世纪影视制作，共计增资4500万元。2025年8月，欢瑞世纪进行第2轮增资，股东名单里增加了25位，其中包括杨幂、杜淳、何晟铭，却唯独没有于正。彼时于正因宫锁心玉大火而志得意满，不知道是自己不愿意要股份，还是人家没给。反正2025年拍完《王的女人》之后，于正跟欢瑞就没有合作过。于正名声在外，欢瑞世纪也跻身一线影视剧公司，看似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分道扬镳，却为欢瑞埋下了祸根。至少欢瑞失去了湖南卫视这一播出平台。不过欢瑞并不在意，当时他日思夜想的是上市。2025年，欢瑞世纪引入光线传媒、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机构，准备在 A 股 IPO。好巧不巧，2024年8月6日，2025年8月，证监会暂停 IPO 14个月，欢瑞世纪上市计划暂停。2025年8月，欢瑞有打算通过上市公司泰亚股份进行资产重组，实现借壳上市，但重组方案以失败告终。2025年8月，欢瑞世纪把主意打到濒临退市的星 ST 星美上，陈元、钟君燕夫妇通过持有14%的股份，成为星美联合的控股股东，再将欢瑞世纪的股份注入到上市公司。这次收购得到了证监会同意。2025年底，欢瑞世纪成功上市。在这场借壳上市运动中，陈元、钟君燕获得了当时公司30.15%的股权。明星也通过上市身家千万，其中何晟铭持有362.68万股，杜淳持有145.07万股，
李易峰持有72.54万股，贾乃亮持有72.54万股。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卖出。目前欢瑞世纪股价经过近期上涨后，到了 3.36 元，相比刚上市时足足打了3折。3. 欢瑞世纪上市时曾信誓旦旦表态，希望在3至5年的时间内打通电影、电视剧、游戏及衍生产品的完整产业链。为了快速完成目标，欢瑞世纪大玩流量路线，签约电视剧一线演员，由公司负责剧本版权采购、拍摄、筹备、制作和发行，并统一安排演艺人员的节目档期和活动。为了留住大牌演员、导演，欢瑞世纪还给了大把股份。不过，还是留不住招牌艺人。2025年，杨洋在拍完电视剧《盗墓笔记》后，宣布与欢瑞世纪解约。同年，杨幂抛弃了资本，转型为资本。随后，她当时的老公刘恺威也与欢瑞世纪解约。2025年8月6日，最能挣钱的李易峰合同到期后也选择离开。算上现在杨紫出走，欢瑞世纪在市场上有流量保障的明星流失殆尽。欢瑞世纪官网已将杨紫照片撤下，剩下的明星当中，任嘉伦凭借《大唐荣耀》小有名气，手握沉香如屑的诚意也有成长空间，但他们想突破一线明星壁垒也并非易事，更不用说其他人了。作为影视公司，肯定得以内容为王，而作品恰恰是这几年欢瑞世纪的短板。3季度财报显示，欢瑞世纪今年已经完播了6部剧，且还有《沉香如屑》、10年一品温如言、南风知我意、遥相传奇、千秋令等几部待播剧。从已播情况来看，并没有大爆的剧，看得出来欢瑞世纪还在主打自己最擅长的古偶、玄幻类题材的电视剧。但这几年限古令的背景下，加上观众审美疲劳，欢瑞为什么不尝试改变，让人费解。消息面上，欢瑞世纪喜忧参半。今年7月，公司实控人及大股东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金额高达6.4亿元。随后，公司将法人代表从陈元、钟君燕夫妇变更为赵志成。方正证券同意将涉案债务履行延期3年。今年8月，欢瑞影视与阿里巴巴签订了影视剧售卖合同，3部剧累计金额5.58亿元。8月6日，欢瑞世纪旗下子公司欢瑞影视与海南爱奇艺签订了影视剧合作协议，累计金额为6亿元人民币。接连与阿里、爱奇艺签下大订单，未来2-3年内，欢瑞世纪的账面应该不难看。2025年以来，智能手机大范围普及，同时开始实行1剧2星政策，即同一部电视剧首轮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综合频道不得超过2家。大量积压的电视剧开始分流进入互联网，也导致了众多影视公司进入发展快速通道。不过，时移世易，如今的情形早已不同。视频网站被短视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欢瑞世纪还能留得住观众吗？